马奎的回答让在场所有华夏人以及听得懂中文的外国人欢呼起来，听不懂的一头雾水，旁边的人赶紧跟他们解释。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一个个顿感劫后余生，兴奋地欢呼，甚至与亲人相拥哭泣。马兰与萧长坤此时也都因为激动而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哭得不能自已。与此同时，整个互联网已经炸开了锅。塔瓦纳毫不留情地将现场情况全部做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至少几亿人在实时观看。马尔代夫高层同样震怒，立刻派遣全国过半军队前往白马岛。要知道，马尔代夫的军队一共也就3000人上下，去掉长官、后勤，真正有战斗力的人，怕是连2000都没有。马尔代军方夫能动的舰艇，最大排水量也就100多吨，多数都是周边国家的二手装备。空军仅有2-3架外国援助的直升机，机动能力很差，所以首批立刻派遣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前往白马岛控制局面。同时，高层也亲自给伯纳德·埃尔诺打来电话，电话里十分关切地询问他以及白马岛的具体情况。伯纳德·埃尔诺在告知对方局面得到控制之后，对方便告诉他军队已经出发。随后，马奎便当众演了一出戏，拿着冲锋枪对伯纳德·埃尔诺说：“埃尔诺先生，您的加密货币我们已经收到，感谢您的慷慨，我们就先行撤离了。”说罢，他对幸存的几名手下使了个眼色，几人赶紧跟着他，持枪走向大门口。马奎环视一周，对所有酒吧内的游客说道：“马尔代夫军方的人快的话，40分钟就能抵达。我外面那些手下不知道死透了没有，我劝你们最好不要随意走动，等马尔代夫的军方过来。”说罢，不等众人回应，转身便带着手下往外走。因为他是黑水公司执行这次恐怖袭击的最高指挥官，已经严重触犯了马尔代夫的法律。如果留在这里，马尔代夫军方到了肯定第一时间逮捕他们。所以叶晨给他们规划的方案是，马奎公开背叛黑水公司之后，就立刻带着他的人驾驶他们来时的快艇撤离，自己会在公海安排万隆店护航的商船接应他们。以马尔代夫海军的水平，他们没有一艘舰艇能追得上马奎几人来时驾驶的快艇，而且叶晨也不担心马奎会脱离掌控。他咬出黑水公司之后，以他的个人能力，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什么容身之所了，哈米德那里反而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他敢逃走，不但得罪黑水公司，还得罪了自己，那他往后更加寸步难行。马奎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种时候还要什么自行车？老老实实去叙利亚吧，跟着哈米德还能帮他肃清内部潜在的叛徒。要是再立点军功，将来说不定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总比一辈子亡命天涯要强得多。于是他带着众人回到码头，几人在破坏掉其他快艇之后，驾驶着最后一艘快艇离开了白马岛。酒吧里的人一直不敢出去，他们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只知道马奎说了，说不定还有没死透的恐怖分子，万一被盯上一枪打死，真是哭都没有机会。于是众人就在酒吧里老老实实的待着，而塔瓦纳还在不停的直播，在直播里控诉黑水公司的所作所为。黑水公司的声誉已经跌落谷底，很多网友甚至呼吁美国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为此还专门到白宫网站发起请愿。半小时后，随着直升机声音越来越近，马尔代夫的海军陆战队终于抵达白马岛。塔瓦纳听到直升机的声音，立刻来到窗边用手机现场直播。马尔代夫海军陆战队的高层此时正在首都马累观看实时直播，见塔瓦纳把镜头对准军方直升机，便立刻通知现场指挥官，塔瓦纳斯维特正在直播，让我们的士兵锁降下去。他的本意是想让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锁降下来耍个帅，毕竟那些特种兵海军陆战队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都是直接从直升机锁降，很帅很酷，能给马尔代夫军方长点脸。毕竟这次让人进来搞恐怖袭击已经很丢人了。
要是后期表现能找回点面子也不错。但指挥官尴尬地说，长官，我们的士兵已经太久没有练习过锁降了，我还是建议不要冒险，让直升机在平坦地势下平稳降落吧。高层怒斥道，这么紧急的任务，当然要表现得紧迫一点。慢吞吞的降落被全世界网友看到像什么样子？你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军队长脸。指挥官也很尴尬，无奈恶说，长官，前几年印度军方表演锁降，当时也是想着长长脸，结果有一个士兵锁降的时候直接掉下来，还砸伤了下面的2个战友。那次印度军队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丢大了，我们的士兵日常训练还没有印度军队多，这种时候要是耍帅失败，恐怕也会被全世界民众嘲笑讥讽的。高层怒斥，让你们保家卫国，你们竟然还疏于训练，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到底，给你最严厉的处分。指挥官郁闷地说，长官，我早就申请过相关预算，包括但不限于增购新式直升机，增加直升机训练经费，可上面一直没有批啊。我们的直升机连基础保养都欠缺，哪有成本支撑我们做锁降训练？高层也有些挂不住，烦躁地说，行了，这件事我会想办法的。既然如此，就不要采用锁降了，直接找合适的着陆地点吧。酒吧内的众人以及全世界看塔瓦纳直播的网友都在等着士兵锁降下来的画面，可没想到直升机悬停许久，最终选了块平坦的开阔地缓缓降落。这种慢吞吞的行为让全世界网民非常不满，而更奇葩的还在后面。当这些士兵见到遍地被子弹爆头的尸体时，不少士兵甚至扶着腿呕吐起来。好在塔瓦纳的镜头只能模糊地拍到地上有尸体，但拍不到尸体的惨状，否则估计视频直播平台都要对画面进行打码处理。指挥官一边强忍着呕吐的冲动，一边带着勉强能坚持的士兵来到酒吧，一进门就立刻说道，所有恐怖分子立刻举手投降，否则的话我们将直接开枪。伯纳德·埃尔诺走上前来，一脸不屑地说，活着的恐怖分子已经走了，不知道你们追不追得上。什么？走了？那指挥官顿时着急了，脱口道，你们怎么让他走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伯纳德·埃尔诺指着自己的鼻子，瞪大眼睛问，你问我，我要是有那个能耐，还要你们来做什么？干脆我组建个部队保护你们好了。那指挥官一时也有些尴尬，摸了摸鼻子，赶紧又问，现场的民众怎么样？有没有人受伤？没有。伯纳德·埃尔诺没好气地说道，真不知道你们军队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武装分子偷渡进来，你们竟然全然不知，真是太过分了。说着，他想给自己脸上贴贴金，于是就冷声道，多亏我关键时刻用金钱攻势让这帮恐怖分子内部瓦解，否则的话，我和斯维特小姐还有白马岛这么多客人，恐怕都要变成冰冷的尸体了。对伯纳德·埃尔诺来说，钱花了，就要尽可能的利益最大化。虽说他并没有真的给马奎1亿美金，但他把白马岛送给了叶晨，还要买下迪拜财团的 JD 岛，送给叶晨，这一来一去，连损失带开销10多亿美金又干没了。不过叶晨也算厚道，这次给了自己一个当英雄的机会，而且是救了上百号人，救了大明星塔瓦纳·斯维特的法国英雄。只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件事给自己带来的益处肯定比这10来亿美金的损失要大得多。所以从现在开始，自己一定要时刻把这个功劳挂在嘴上。那指挥官也很尴尬，只能恭维道，埃尔诺先生，今天确实多亏了您，您放心，我们以后一定会加强国防安全，不会让这种事继续发生。伯纳德·埃尔诺无意间瞥到塔瓦纳已经把手机直播的镜头对准了自己，于是立刻清了清嗓子，高声道，这些都是我们白马岛尊贵的客人，为了他们，再多的钱我也愿意花，而且我花这些钱也毫不心疼。只是我的保镖以及斯维特小姐的保镖都在这次袭击中遇害了，
没能救下他们，是我最大的遗憾。说罢，他指责道，主要就是你们实在是太差劲了，知道吗？全世界这么多游客到你们这里来度假消费，保证大家的安全是你们最起码的职责。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开始好好重视起来。指挥官立刻点头说道，埃尔诺先生，您批评的是，我会跟高层反映，申请增加国防经费，确保所有游客的安全。伯纳德·埃尔诺大手一挥，说，这样吧，等这件事情处理完，我会向你们国防部门捐赠5000万美金，用于增强你们的海上防御力量。希望这件事真的不会再次发生。